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好不容易攻克了最新代战机的隐形涂装，我终于有时间回家陪家人过个元宵。为了低调，我没有开军牌越野，而是顺走了领导老奥迪的钥匙。一路绿灯的我，提前一天到了家乡，正好碰上了大学时的同学聚会，他们个个腰缠万贯，豪车云集，这正合我意。却没想到我的奥迪却引发了群嘲。昔日学生会主席从法拉利上下来，看到我的车，差点笑掉了牙。这不是咱们当时的大学霸吗？怎么现在开始借车装逼了？曾经的班长按下了兰博基尼的车窗，同样忍俊不禁，借个车也不搞个好点的。这车龄，论辈分，你得喊他叫哥。我也微微一笑，没办法，更好的车借出来，太吸引眼球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关号，大家都是同学，就别打肿脸充胖子了吧？谁不知道谁啊？一个同学起了头，其他的同学纷纷附和，对我很是看不起，尤其不理解我没车还得借个车出来，还说我实在不行，坐公交也是一样的。此话一出，更是一阵嬉笑。可是我没有打肿脸充胖子，这已经是区里最差的车了。其他的车要么太招摇，要么根本就开不出军区。我同样不理解他们的态度，索性一耸肩，实话实说，你们什么意思？这真的已经是最差的车了。哟，你这是还有更好的车啊？都什么啊？面对他们的疑问，我想了想保密原则，最终还是没说。我这么一沉默，更加坐实了这个小破奥迪是我能借到的最好的车了。听着他们的嘲讽，我心中有些失望。我本以为这次同学聚会是大家一起聚一聚，聊聊学生时代的过往，谁知竟是充满了腐朽味，变成了另一个名利场。同学们一个个也面目全非，全然认不出来了。我大学是私立学校，能进来的全都非富即贵，或者就是顶级学霸。我家境贫寒，当初是为了巨额奖学金选择的这里。我爸妈曾经也劝过我，说这个学校我们家高攀不起，我却不能理解。我靠自己成绩光明正大进的，哪来的攀不攀得起一说？现在看来，确实不是一路人。没想到，曾经虽然有钱，但好歹心中稍有正气的同学们，现在变得如此势利。仔细想来也不意外，学生时代大家都单纯，进了社会几年，摸爬滚打下来，再单纯的心，最后也都没了，都快被钱的腐朽味淹透了。我当即转身要走，却又被人拉住。哎呀，关浩，大家也是开个玩笑，你别生气，我代他们向你赔不是了。这么久不见了，不该伤你自尊，行吗？我一回头，是我们曾经的学生会主席潘伟。此刻他满脸歉意，我却从他的语气里品出一些其他的意味，估计是觉得还没玩够，特地出来留我的。好歹吃个饭，这么多年没见了，就当给我个面子。潘伟看我没说话，再次劝导。他话音还没落，班长周泽也开口了：是啊，关浩，大家都成年人了，不会这么开不起玩笑吧？老潘都给你道歉了，咱们好好吃饭拜。人要有情商，不然在职场多难混啊。闻言，我心里微微一审，我的工作单位根本就不需要太多情商，谁本事大谁地位高，哪有他们这么多弯弯绕绕。但如果我要是表现不好，领导也不会把他的宝贝奥迪借给我了。我只是不想把情商用在他们身上罢了。几个人在门口，这是干什么呢？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女声，我侧头一看，微微一愣，有点眼熟。回忆好半天才想起来，这是我们之前的班花林妙妙。众人一看她来了，
纷纷打趣。揶揄似的从我和他之间来回看过。班花曾经追过我，后来又被我拒绝了。因为这件事，他实打实的消沉了好一阵子，以至于这件事几乎人尽皆知。妙妙，你看谁来了？当初你不是特别喜欢关浩吗？林妙妙看见我也是一愣，此刻被同学们提起当年，上下打量我的穿搭，便是满脸嫌弃。谁说我喜欢他？当年不过是看他学习好，我期末又怕挂，所以跟他学习的时候多了一点罢了。我怎么可能特别喜欢他？我有那么没品位吗？我有些不理解他的话。我的穿搭板正干净利落，怎么都不像是个没出息的。虽然这些不是什么耳熟能详的大牌，但这也是用科研所的顶级材料量身定制的夹克，冬天只需要穿这一个外套就几乎不会冷。他们怎么看出来的寒碜？潘伟显然不认货，伸手揽住我的肩膀，就一副哥俩好的样子。大家别这么说，都是同学一场。关浩，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我看你站姿还是挺板正的。这样，你明天去我公司当个门童，我给你开工资。此话一出，其他同学纷纷附和恭维，说什么还得是主席，这时候还想着帮他等等。我扯了扯嘴角，反问出声：你给我开工资？潘伟看我应声，还以为是我有兴趣，当即点头：是啊，我给你发制服，还包吃包住，到时候可以开公司配的豪车，也够有排面的了吧？还得是老潘，离了这同学情谊，谁还愿意这么掏心掏肺的帮忙啊？关浩，可别伤了人家的好意啊！班长周泽推了推眼镜，继续在一旁随着同学劝导，我却只觉得好笑。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得出我过得不好？就算一个普通人开奥迪生活，显然也没差到哪里去吧？更别提我这个研究所 top 级研究员去当门童，第二天公司就得被军方的人夷为平地。聊到这，我也实在没了什么跟他们交流的兴致，挣脱了潘伟的胳膊就准备离开，结果走了2步又被人拦了下来。周泽刚才还满脸带笑，此刻却带点隐隐约约的不耐烦。关浩，这个局是主席组的，没让人走就不能走。他一边劝我，一边就要把我往里推。他没注意到的是，此刻我们身后2位服务员的手已经伸到了后腰，我眼神制止了他们。现在暴露的话没有任何好处，到时候还得回去写报告，毕竟也没什么具体的矛盾。想到这，我叹了口气，看着潘伟和周泽笑着开口：所以你们到底想怎么样？2个人彼此对视一眼，只看出满满的得意和嚣张。潘伟此刻装也不装了，挡在我面前就直接岔开腿。关浩，我组的局不是那么容易说走就走的，你要想走也可以，除非你从我胯下钻过去，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众人沉默一瞬，又有些幸灾乐祸起来，有这种让我出丑的热闹，不看白不看。周泽见我不动，道貌岸然开口：关浩，你不是大学的时候很嚣张吗？现在我们就教教你怎么在社会上做人。按理来说，此刻要是别人，估计窘迫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可是我却只是挑了挑眉梢，过去无数次生死时刻早就造就我现在密不透风的性格，他们这些在我眼里实在过于小儿科了。我这边还没来得及开口，又一个女声响起：潘伟、周泽，你们别太过分了。我回头一看，是当初我们班的学委无言，他这时候站出来，主动挡在了我面前，似乎也是鼓足了勇气，显得面庞有些微微发红。无言跟我一样都是寒门学子，
当初竞选的时候，我没有兴趣，所以把学委让给了他。后来上学期间，你来我往的，也算是有了交情。他一直都是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性格，此刻能挡在我面前，直对那些纨绔子弟，让我相当意外和感动。无言说完那句，又定了定，才斥责出声：“潘伟，你现在这样，不就是为了报复当初关浩不服从你管理的事吗？这都多少年了，你还记得？”小渡机场。经过他这么一说，我也想了起来。之前查寝，因为在床上看书，被学生会无故扣分，之后又没有贿赂他，所以有了一点小摩擦。潘伟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已经仗着自己家有钱，开始肆意打压和控制别人了。明明只是个学生组织，官僚气却让他学了个10成10。后来我记得他们毕业一起聚餐，也没带我。我本来没在意，现在想来，估计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单方面的霸凌了。我没放心上，但没想到潘伟记了这么久。他本来性格冲动，又做事不经过大脑，现在加上小渡机场，属实让我看他的目光一时有点鄙夷起来。潘伟明显被无言说中了，颇有些恼羞成怒。你说谁小渡机场？你怎么不说他关浩每次都不服管教，没有他非得要走？现在咱们都吃上饭了。林妙妙适时开口，言语间不乏嘲讽。无言，你又在这里当什么老好人？在座的几个是谁能让你惹得起的？你这样迟早被社会毒打。无言毫不示弱地看着林妙妙，我被不被社会毒打，不是你说了算的。面对无言的仗义直言，周泽嗤笑一声：无言，你不会忘了这次被喊过来参加聚会的目的了吧？刚才还一直强硬的无言，倏然像是想到什么，猛地瑟缩了一下，随后也没了底气。来参加聚会还有目的？我有些好奇，直接问出声。这时同学里有几个也是靠成绩上这所学校的同学，也轻轻开口：有的，我们能来都是现在生活不太如意的。听他这么一句，我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目的了。这次同学会说白了就是来嘲讽这些努力学习但仍被社会踩在脚底的人，做出这一切的目的也只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只不过就喊来几个都是家里需要钱的，其他寒门学子其实过得也都不错，工作说得过去，家庭也相当幸福。学委是他父亲生了病，他才不得不。刚才的同学又小声解释了几句，被林妙妙一个眼神瞪了回去。无言家里急需钱，所以才甘愿过来受辱，我是例外，因为他们根本就联系不上我，偶遇才把我拉来。现在看来，目的也都是一样的，他们凭什么这么做贱人？此时此刻，我终于有些生气了。行了，想走就赶紧钻，别浪费大家的时间。潘伟不耐烦的声音响起，冲我扬了扬下巴，还相当下流的顶了2下胯。随着他这个动作，人群里除了那几个寒门学子外，几乎都在看热闹和催促，有的还拿出了手机准备拍视频。我正对上潘伟的眼睛，冷笑出声：潘伟，你算什么东西？你爸来了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我身体微微前倾，侵略性十足，这是部队上磨练出来的结果。我们除了研究员身份，还都是现役人员，需要参加训练。除了知识之外，海陆空的各类武器也几乎全都会用。他们同学聚会联系不上我，也有我的信息在军区实验所完全保密的关系，一般人很难查到我的信息。你，潘伟一下子就被我无数刀山火海下来的凌厉眼神镇住了，下意识后退2步，好半天没能说出话。
其他人也好像突然不认识我了似的，窃窃私语起来。潘伟反应过来之后，恼羞成怒：“你他妈说什么？”他话音未落，就要上前挥拳揍我。我还没来得及伸手擒拿，无言就从旁边猛地冲过来，一把推开了潘伟，给他推了一个踉跄，随后含着泪开口：“关浩，你别在这受他们侮辱，你先走，你这个贱人也要反了天是吧？”潘伟差点被推倒，开口就骂。其他人见状，纷纷上前拦住无言。无言眼泪掉了下来，怒斥出声：“我现在就要报警！你们这帮王八蛋！”下一刻，他的手机就被人抢走，人也挨了周泽一巴掌。打完这一巴掌，周泽摘了眼镜擦了擦，嘴角缓慢勾起：“无言，你怎么就不听话吗？”看得出他这一巴掌用了10%的力，无言嘴角都有点出血了。无言这句话倒是也提醒到了潘伟和其他人，几个寒门学子纷纷拿出手机要报警。潘伟也是怒吼出声：“把他们的手机都给老子收了！”一时间气氛倏然紧张，几个人团团围住了想要去救无言的我。服务员的手已经摸到了后腰，眼神示意我要不要开始行动。我依旧摇头，既然喜欢玩，就陪他们玩。看着眼前凶神恶煞的周泽，我伸手就把手机递了出去。特制的保密机让他们一阵疑惑，随后乐了：“这是什么手机？我怎么没见过啊？不会车开个破奥迪，手机也用个杂牌子吧？这种手机拿出来只会让人笑话。”潘伟一边这么说着，就从周泽手中拿过去把玩，肆意评价着机身厚重，造型老土，这种手机还带在身上。关浩，我算是明白了，你也是真不怕丢人。周泽拿回手机，端详片刻，随后猛地往地上一摔，其美名曰帮我处理杂牌机，让我大过年的赶紧去买个好用的。手机摔在地上，砰的一声，我突然笑了：“周泽，你不会使点劲吗？”周泽闻言一愣，我从地上捡起来手机，给所有人展示完好无损。众人哗然，纷纷怀疑起周泽这细胳膊细腿。让开，让我来！一个杂牌手机有什么摔不碎的？潘伟不信邪，抢过我手里的手机，又摔了下去，还特地补上2脚。随后气喘吁吁的得意开口：“关浩，我还是头一次看见自己手机被摔了还能高兴傻乐的，你不会是傻了吧？”我翘了翘嘴角，其实心里确实很高兴。可潘伟几番下来，手机仍旧完好无损，只是表面沾了一层地上的灰。李妙妙这个时候也坐不住了，直接踩着高跟鞋，用尖锐的鞋跟就开始压。几次下来，手机仍旧完好无损。几人这么轮番摧残，我全然不怕。科研所出品，必属精品。我刚才笑也只是因为再算他们能判多少年，只是刚才那些动作就已经够判的了。正准备让服务生开始行动，给他们都拿下时，砰！包厢的门被人猛地踹开，来人是一个约莫30-40岁的壮硕男人，身后跟着一众小弟，显然来者不善。他进来环视一圈，就怒吼出声：“谁他妈在楼上搞装修？叮叮咣咣的，不知道他妈的老子在底下吃饭呢吗？又他妈是谁敢踢我的门？”潘伟不耐烦回身，本来我们这边就已经有些焦头烂额，这边又开始来者不善，简直让他怒火中烧到了极点。可当他看清楚来人之后，立刻明显的瑟缩了一下，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鹅。虎哥，我对他突然转变的态度莫名其妙。这时有人认出了来人，不由小声惊呼：“那不是王虎吗？天哪，他怎么来了？本地社会一哥！完了完了，
竟然是他们在咱们楼下吃饭。潘伟也是本地的，自然认识虎哥。其他本地同学面对其他外地同学的疑惑，也耐心解释了。他们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一时间面对虎哥身后的那些小混混，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看得出潘伟本想装一波，现在看到领头的立刻萎了。我听到了，则是内心冷笑。虎哥跟智障一样，现在过年期间扫黑除恶，组织上都是明确下达文件的，到处严打，他还敢这么露头，一时间真是不知道他是蠢还是什么，主动闹事让人抓。虎哥显然没有这个自觉，他看向潘伟，恶声恶气问道：“你是领头的，刚才他妈在楼上又蹦又跳的，干什么呢？让不让老子吃饭了？”潘伟瑟缩一下，我则是想起来他们刚才在地上踹我的手机，估计就是那时候的那些动静引他们上来的。本来只想抓他们，现在反倒是还有意外收获。潘伟此刻已经被吓傻了，面对虎哥的问话，支支吾吾，半天没能说出话，冷汗都下来了。我们，你们他妈什么你们？虎哥也是个脾气暴的，上来就扇了他一巴掌。潘伟被打得一猛，捂着脸惊愕看着虎哥，一侧头看见我，当即指认：“虎哥，是他打扰了您吃饭，动静都是他弄出来的。”虎哥顺势望向我，当即就又给了潘伟一巴掌，骂道：“你他妈放屁！这个瘦鸡崽子咋能弄出那么大动静？老子给他一拳都不一定能撑得过去。”因为我看着斯斯文文势单力薄，虎哥又怀疑潘伟没说实话，但其他同学这时候回过神，也都纷纷指认了我。对，虎哥，就是他弄的，跟我们没关系啊！虎哥几番言论下来，也让虎哥不得不相信是我搞的，但虎哥不管，一脚踹翻一个椅子。老子不管是他妈谁干的，你们不是一起吃饭的吗？验过拔毛，在场的每个人一人2万，当我们的精神损失费。他这么说着，身后的小弟更是会意，凶神恶煞的转圈走过每个人收钱，给钱。其他人敢怒不敢言，2万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钱，就当给钱消灾。我没有。到无言的时候，无颜色缩了一下，表示没钱。小弟一看就起了火，刚要伸手打人的时候，我上前就猛地一脚怒斥：“滚！谁让你在这撒野的？”我这一脚力度极重，小弟当即被踹飞到几米远。你他妈敢打老子的人！虎哥一愣，当即大怒，觉得我是在挑衅，拎着甩棍上来就要打我。同时潘伟脸上也闪过阴狠，其他人也都等着我被揍的好戏。不要啊，关浩！无言惊叫出声，眼眶霎时就红了。虎哥一开始还胸有成竹，但是下一刻他就安静了。只见他动作还维持在拿着甩棍的样子，面色却苍白滑稽至极。众人待看清之后，也都愣住了。一时间，包厢里落针可闻，没有人敢再动，因为我此刻正拿着一把手枪顶着虎哥的脑袋，在冰冷的枪口之下，饶是虎哥也在一瞬间脸色煞白，冷汗登时就落了下来。虎哥直接慌了，一点不敢乱动，半晌只能陪着笑劝道：“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冷静点，小兄弟，别因为一点小矛盾走上犯罪的路啊！哥刚才也是冲动了。”潘伟吓了一大跳，但是他显然不信我手里的东西是真的家伙事儿，当即狗腿地喊道：“虎哥你别怕，他怎么可能有真枪？骗人的吧？他关浩就是一个穷逼，车都是借的，杂牌衣服、杂牌手机，怎么可能有枪？”虎哥脸上闪过犹豫，显然也有些动摇，在思考反杀我的可能性。
毕竟以他这个黑社会大佬的程度，出门他都没敢带枪，我怎么就这么水灵灵地带过来的？砰！他脸上的惊疑不定随着一声巨响直接消散。等虎哥回过神的时候，他就已经跪在地上了。我举着枪，面色冷然，此刻枪口冒着烟，天花板上一个贯穿洞，弹壳掉在地上的清脆声响，冲击着他们每个人的神经。我看过他们每个人的脸，冷笑出声：我的枪是不是假的？别动，都不许动！此刻，周围2个侍者再也忍不住了，直接掏枪，就命令所有人蹲在地上。虎哥和他的小弟们呼啦跪了一地，都不敢抬头。搞不清楚状况的潘伟等人被一脚踹膝盖，也跪在地上。我怀疑刚才我同事多少也有点个人情绪在里面，不由失笑。刚才那一声枪响显然非常有用，让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沉默下来，陡如筛糠。不出一会，我就闻到了一股尿骚味。虎哥刚才挤我最近，他受到的冲击比其他人更强，此刻已经跪在地上尿了裤子，嘴里不停嘟囔着：别杀我，别杀我，求求你，钱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他一边这么求饶，一边试探性抬头，发现我手里的枪口仍然在对着他，下一刻就两眼一翻晕了过去。这时潘伟也反应过来，面露惊恐地看着我：关浩，你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对此我也没过多解释，手上的枪没收，冷冷看过他们每个人的面庞。每个刚才趾高气昂的人在对上我的目光后，都下意识低头回避，生怕我想起来他们刚才对我的欺负和不公。不可能，怎么可能？你哪来的枪？周泽更是喃喃自语，此刻他眼镜都有些歪了，被我同事压在地上怒斥老实点，脸色最白的当属于林妙妙了。他整个人跌坐在地上，抖得不成样子，一句话都不敢再说。无言和其他的人则是面露意外，但是并没有多恐惧，可能是门外有人听到了枪声报警。气氛僵持不出10分钟，楼下就传来了警笛声。听见下面的声音，潘伟似乎才找到一点底气，强撑着勇气结结巴巴开口：关浩，我劝你还是投降吧，外面警察来了，你要是继续这样，这辈子都毁了，知不知道？其他人看他开了个头，纷纷劝说我嗤笑出声，竟然还把我当成悍匪了。可惜我的身份远不是他们这个级别能知道的，就凭我可以随意带枪，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都别动！警察双手抱头蹲下，警察执行公务。门被警察一把推开，一众人手持护盾和手枪冲了进来。潘伟见状，当即脸上燃起一抹希冀：警察同志，救命啊！这里有人非法持枪劫持，其他人也纷纷大喊出声：救命啊！警察同志，他要打死我们！警察同志，救命！闭嘴，都别乱动！面对众人的熙熙攘攘，警察面露严肃，完全无视了潘伟的鬼哭狼嚎。谁是虎哥？虎哥在哪？下一刻，警方就询问谁是虎哥。在得知地上那个晕了的人之后，直接开始逮捕现场，动作有序，整齐划一。这是干什么？哪来的条子？虎哥这时候刚有点醒过来的迹象，结果一睁眼就是一副手铐，霎时就变成狗哥，被颤颤巍巍拖了出去。只有潘伟大叫出声：警察同志，那关浩怎么办？他非法持枪挟持我们，他是恐怖分子啊！你们怎么还不逮捕他？其他的同学们也疑惑出声，纷纷表明自己身份：某某老总的儿子，某某上市企业的大小姐。此话一出，警方那边还是没人理他们，让他们不由有些面露难堪。
也不多说了。潘伟几次询问无果，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跌跌撞撞抬腿就想跑，谁知道一起身就看见侍者的枪口对准在他身上。别动，再乱动我就不客气了。他颤了颤，没想到侍者还在看着他，终究没敢再多动了。周泽整个人狼狈的不行，直接就傻了眼。平常的花言巧语再也用不上了。林妙妙躲在他身后，不停地抹着眼泪。只不过现在没有人再同情他们了。关浩，怎么回事？这些都是学伟看没有人控制他们，不由感觉出了一点不对劲，靠过来就低声询问出声。我只是笑了笑没说话，微不可察摇了下头。学伟受益，知道了现在应该不太方便说，却还是本能地站在了我旁边。其他寒门学子也都默不作声，站在了我这边。这时潘伟和周泽等一众富家学生的手机先后响了起来。潘伟被手机铃声吓得颤了一下，拿出一看，发现来电人是老爹，毫不犹豫就接通了。上来就是一句痛哭流涕：爸，救命啊爸，我在喜乐恩酒店被劫。他接得急忘了调音量，电话那头的声音清晰入了我的耳朵。潘建国显然比潘伟的事情更急，直接打断了潘伟的话：你先闭嘴，让我先说。我告诉你，你们聚会的酒店现在有一个大人物在，收敛点脾气，别得罪他，知不知道？你还想不让我过个消停的年了？刚才上边都来电话了。潘伟闻言皱紧眉头喃喃：大人物？哪里来的大人？他话音未落，就看见一个警官正对着我敬礼，恭敬叫了一句：官队，你有没有受伤？潘伟这一瞬间眼神简直就要呆滞了，一时也忘了说话。我摆了摆手应声：没事，你先去忙你的。话音一落，我就迈步走向了潘伟的方向。潘伟看见我来了，手上拿手机打电话的动作也没停，一时间笑得比哭还难看。他好半天才冲着他爸吐出一句，语气带点可怜兮兮：完了，爸，我好像已经得罪了，怎么办啊？什么？你这个不孝！潘建国的国粹还没出来，就被我按挂了电话。我对上了潘伟绝望的眼睛，拿着他的手机拍了拍他的脸，不由嗤笑出声：怎么了？堂堂潘大少爷怎么还找上自己爸了？遇到什么困难了？潘伟睁大眼睛，后退了几步，跟我拉开距离，踌躇犹豫半天，才慌不择路地找到了一个理由：关浩，关哥，你看你，刚才就是同学之间的开玩笑，你怎么还当了真呢？此时此刻，不仅仅是态度客气了，就连称呼都变了。他看我不说话，硬着头皮继续开口：我们怎么可能认不出你这身衣服和手机啊？你来这特地开奥迪，肯定也是低调沉稳，不想要太多其他的眼光。我懂，你看你，同学们都是跟你开玩笑呢。刚才跟着一起针对我的几人，此刻也急忙附和，全然没有了最开始的桀骜不驯。我挑了下眉梢，一时觉得有点有意思，当即轻笑了一声，把潘伟的手机揣进他外套的兜里。潘伟，你知不知道损毁军事机密是什么罪？会被判多少年？此话一出，他们都愣住了，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从自己兜里直接掏出手机，给他们每个人看过。不好意思各位，我这个手机是军方特供，刚才你们伤害我手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窃取国家秘密和损毁军事设备。我们也没摔坏啊！林妙妙魂不守舍地反驳，一边的周泽也跟着点头：是啊，我们虽然给他摔在地上，但是并没有什么划痕。我煞有其事点了下头，在他们刚燃起来期待的目光里继续开口：
但是你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什么？潘伟这次算是彻底傻了，他直接跌坐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了。几人还没从震惊里缓过来，警察就已经给他们戴上了铐子，连带着刚才其他的对我手机也实施了暴力的那些富二代。顿时包厢里哀求一片。我错了，警官，我不是故意的，你听我解释啊，警官，警官，我爸还没来呢，你等我爸来了好不好？我冷笑出声。这时谁来了都不好使，似乎印证了我的猜想。包厢的门又被推开，一个毛发稀疏、身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焦急赶来。潘伟一看，顿时大喊：“爸，快来救我啊！爸，他们要铐我！”潘建国冲进屋里，看见潘伟手上的手铐，就是一阵天旋地转，被紧接着来的助理连忙扶住。潘伟一瞬间还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西行着就要往他爸那边去。待走近之后，潘建国下一刻就是毫不犹豫的一巴掌：“你这个王八羔子，你还真是害惨我了！你还想不想让咱们家好了？”潘伟被他爸一巴掌扇到地上，难以置信看着他，好半天才开口：“爸，你竟然打我！老子打的就是你，你还有脸叫我爸？”潘建国显然快气疯了，胸口剧烈起伏半天，只觉得一巴掌还没够，上前就又补上了一脚。潘伟哀嚎连连，指着我就哀求出声：“爸，你不该打我啊！你打错了，你应该打关浩，都是他。”潘建国动作一顿，硬生生没敢看我的方向。潘伟几句哀求，换来的是他爸更加猛烈的拳头。几番下来，潘伟几乎晕厥。潘建国这才深吸一口气，回身看着我，愤怒一瞬间就变成了谄媚。我家境贫寒，当初是为了巨额奖学金选择的这里。我爸妈曾经也劝过我，说这个学校我们家高攀不起。在他苦苦哀求出声，我冷着脸还没吭声。很快其他家长也赶来，有的庆幸自己儿子没有干错事，有的则和潘建国一样，先打儿子再求饶。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儿子？知不知道给家里闯了多大的祸？逆子，过来跟官队认错。李妙妙都被打得梨花带雨，周泽眼镜被他爸一巴掌扇飞，一时间场面混乱无比。这些家长全都是人精，现在打得那么重，完全就是做给我看的。他们一边打，一边追悔莫及的演戏，想要求得我的原谅。可他们打着打着，都逐渐绝望了，因为我没有一点原谅的迹象，始终冷着脸，一言不发。等这场闹剧差不多告一段落，我才冲着一旁的警官开口：“李队，一起带走吧。上梁不正下梁歪，看看这些大老板们的屁股干不干净。”我能耐心等这么久，只是让警察把他们也带回去纠察。能教出这样的孩子，爹妈又能是什么好东西？警官应声，家长们和自己家的孩子都嚎叫着带走。关浩，我真的知道错了。潘伟被带走的时候还在跪着给我磕头，我无动于衷，一个眼神都没给他们。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严苛的刑罚。一切闹剧落幕，我也准备离开。无言惊魂未定，低声向我道谢：“关浩，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我摆了摆手，示意没事，让他们先行离开后，我也回了家。快到自家楼下时，领导又给我发了消息，询问了今天的事情。我一一回复之后，关掉手机，一把打开家门，扬声：“爸妈，我回来了。”“哎呀，儿子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不冷？在一片欢声笑语里，我终于能和家人一起共度元宵，而有的人也会罪有应得。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
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